离婚7个月，我独自去医院生产。生产台上，医生口罩滑落，竟是我前夫。他红着眼说了一句话，产房所有人沉默了。离婚7个月，我独自躺在产房的床上，冷汗把床单浸透了。我叫陈曦，29岁，一个在出版社做了6年编辑的普通女人。此刻我正经历着这辈子最疼也最孤独的时刻，宫缩像一把钝刀，一下一下地剜着我的小腹，疼得我连叫都叫不出声。护士进进出出，有人在给我绑胎心监护，有人在给我量血压，有人在填各种表格。他们的嘴一张一合，说了很多话，我一句都没听进去。我只记得护士问了3遍，家属呢？3遍。第1次我假装没听见，第2次我说在路上，第3次我说不出来了，因为我没有家属。孩子的父亲是我的前夫，我们7个月前离了婚，他不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。那是2月14号，情人节。民政局里挤满了来领证的新人，小姑娘们捧着花，小伙子们举着手机拍照，空气里全是甜腻腻的味道。只有我和陆深坐在角落的椅子上，中间隔着1个人的距离，等着工作人员叫号。没有人注意到我们，因为离婚的人不需要祝福，也没人想在情人节这天看一对夫妻散伙。陆深是我的前夫，也是我从20岁起爱了9年的男人。他是外科医生，在市中心那家3甲医院做主治，专攻肝胆外科，手术做得漂亮，论文发得勤快，是科室里最年轻的骨干。我们结婚3年，没有出轨，没有家暴，没有婆媳矛盾，这些世俗意义上足以摧毁一段婚姻的东西，我们一样都没沾。但我们还是走到了离婚这一步。原因说出来很可笑，他太忙了，忙到没时间回家吃饭，忙到没时间陪我看一场电影，忙到连吵架都只能通过微信发文字，连语音都来不及听。我受够了那种一个人守着空房子的日子，受够了每次打电话听到的在忙和等下说和你理解一下，受够了他把病人排在我前面，把手术排在我前面，把所有人都排在我前面。最初我以为我能忍，哪个医生的妻子不是这样过来的？我安慰自己，他是治病救人，是做有意义的事，我应该骄傲，应该支持。可1年过去了，2年过去了，3年过去了，我发现我的宽容在一点一点被磨光，不是一下子磨光的，是一点一点，像砂纸磨石头，不知不觉就磨没了。我记得很清楚，离婚前1个月，我发烧到39度6，一个人在家里裹着被子发抖。我给他打了6个电话，6个全都没接，第7个被按掉了，回了一条微信在手术，等会说。我盯着那5个字看了很久，然后自己打车去了医院。急诊科的医生问我家属呢，我说没有家属。那一刻我的声音很平静，但心里有什么东西咔嚓一声断了。不是突然断的，是早就裂了，那天只是彻底断了而已。所以我说了那句话。那天下班回来，他难得在家，坐在沙发上翻手机，我站在他面前，用尽可能平稳的声音说，陆深，我们离婚吧。他翻手机的手指停了一下，然后他说，好。就1个字，没有挽留，没有追问，没有为什么。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听清了我说的什么，还是只是条件反射地回答了一个好。就像我每次问他回不回家吃饭，他说好，但最后还是没回来一样。他只是在签字前问了一句，你想好了？想好了。然后我们都签了。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很轻，轻得像一根针掉在地上。工作人员盖上章，把离婚证递给我们。
我接过来，没有看，陆深也没有看。我们站起来，一前一后走出民政局，像两个刚办完业务的陌生人。走出民政局的时候，天很阴，像是要下雪。我站在台阶上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，忽然不知道该往哪里走。回那个没有他的家，不，那不是家，是房子，租的房子，我一个人住，空荡荡的。客厅里还有他的茶杯，冰箱里还有他爱喝的啤酒，衣柜里还有他的2件衬衫。他走的时候只带走了随身的几件衣服，剩下的东西说改天来拿，那个改天到现在还没来。陆深站在我旁边，沉默了很久，他先开口了：晨曦，以后照顾好自己。你也是，你的胃不好，别总吃辣的。知道了。空调别开太低，你怕冷。有什么事可以找我。我看着他，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大衣，是我去年送给他的生日礼物。他瘦了，颧骨比以前高了一些，眼窝也深了一些，可他的眼睛还是那么亮，亮得我不敢多看。那双眼睛我看过太多次了，第一次在图书馆里看到时的心动，婚礼上对视时的泪光，深夜里他疲惫地推门进来时眼底的血丝，看了9年，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。陆深，我们离婚了，以后没事就别联系了。他没有说话，我转身走了，没有回头，因为我知道回头了就会心软，心软了就会重蹈覆辙。我不想再过那种日子了，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睡觉，一个人去医院，一个人过所有节日。除夕夜里别人家灯火通明，欢声笑语，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，面前的年夜饭热了3遍，最后全部倒进了垃圾桶。那种日子过够了。离婚后的第1个月，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工作，加班、出差、接项目，把自己忙得像个陀螺，每天最早一个到出版社，最晚一个走，周末也主动值班。领导夸我上进，同事说我拼命，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不能停下来，一停下来就会想他，想他手术成功了吗？想他吃饭了没有？想他有没有按时回家？想他身边是不是已经有了别人？这些念头像虫子一样钻进脑子里，啃噬着每一寸理智。我以为时间会冲淡一切，我每天给自己灌鸡汤，看那些离婚后逆袭的励志文章，告诉自己离开错的人才能遇到对的人。可时间没有冲淡，它只是把伤口盖住了，假装不存在。白天我能装得很好，化着精致的妆，和同事谈笑风生，讨论选题和排版，但夜里一个人躺在床上，伸手摸到旁边空荡荡的半边床，那股酸楚就会从胸口翻上来，呛得我眼眶发酸。直到我发现我怀孕了。那是离婚后第3个月，我连续1周早上恶心，闻到油烟味就想吐，以为是胃病犯了，老毛病了。我胃一直不好，陆深以前没少念叨我。去药店买了胃药，排队结账的时候，收银的阿姨多看了我一眼，小声问了一句：姑娘，您会不会是怀孕了？我愣了一下，干笑着说不可能，但出了药店的门，我的脚步却不由自主地拐进了旁边的便利店，买了一盒验孕棒。回到家，我坐在马桶上，看着手里的验孕棒，2条杠，红的刺眼。我揉了揉眼睛，又看了一眼，还是2条。我的手开始发抖，抖得差点把验孕棒掉进马桶里。怀孕了，我怀了陆深的孩子。算算时间，是离婚前1个月怀上的。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签字，还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偶尔还会有亲密的时候。最后那段时间，我们的关系其实已经冷到了冰点。但有一天晚上，他加班回来，
我还没睡，在客厅改稿子。他站在玄关看了我一会儿，走过来，从背后抱住了我。那个拥抱很紧，紧得我差点喘不过气。他没有说话，我也没有。那个晚上之后，一切又恢复了原样，就像那个拥抱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。现在想来，孩子大概就是那晚怀上的。我坐在马桶上，浴室里的灯管发出嗡嗡的电流声，窗外有车驶过的声音，楼上有人在放音乐。这个世界一切照常运转，只有我的人生在这一刻被2条细细的红线彻底改变了。我去了医院，挂了妇产科，排队的时候，周围全是挺着肚子的孕妇，有的被丈夫搀着，有的被婆婆陪着，有的至少有个闺蜜在旁，只有我是一个人，坐在角落的塑料椅子上，手里攥着挂号单，攥得手心全是汗。B 超市的灯光很暗，冰凉的耦合剂涂在肚皮上的时候，我打了个寒战。医生指着屏幕上一个小小的亮点说：“看到了吗？7周了，胎心很好。”那是孩子的心跳，一个还没成型的小生命，心脏就已经开始跳动了，一下一下，规律而有力，像一个小小的鼓点。我盯着那个亮点，眼泪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，不是感动的眼泪，是慌的、怕的、不知所措的。这孩子来得太不是时候了，我已经离婚了，一个人租房住，存款不多，连个像样的家都没有，我该怎么养他？医生看我没反应，习惯性地问了一句：“孩子爸爸呢？下次产检最好让家属一起来。”他在忙。我说这句话说得太熟练了，熟练到我自己都觉得悲哀。结婚3年，我替陆深说了无数遍他在忙，没想到离婚后还要替他挡。出了医院，我在路边的长椅上坐了一整个下午，面前是车水马龙的大街，人来人往，没有人注意到一个坐在长椅上发呆的女人。我想了很多，想我和陆深刚认识的时候，想我们婚礼上的誓言，想那些他缺席的夜晚，想离婚那天他平静地签下名字的样子。我的手放在小腹上，隔着衣服，什么都感觉不到。但我知道，那个小小的亮点就在里面，正在努力地生长。我想过打掉，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转了整整3个小时。我在手机里查了无痛人流的流程，查了哪家医院做得好，查了术后要注意什么。然后我退出了浏览器，打开相册，翻到一张老照片，那是我和陆深结婚那天拍的。他穿着黑色西装，我穿着白色婚纱，他难得地笑了，眼睛弯弯的，像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。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，直到手机屏幕自动暗掉。然后我打了第2个电话，打给我妈。妈，西西，怎么想起给妈打电话了？我妈的声音很惊喜。自从离婚后，我很少主动联系家里，因为不想让她担心，也不想听她叹气。妈，我怀孕了。电话那头沉默了足足10秒钟。谁的？陆深的。他知道吗？不知道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想生下来。我妈又沉默了，这次沉默更长，长得我以为是信号断了。然后她的声音传过来，带着颤：“西西，你一个人怎么带孩子？你有没有想过以后？你的工作怎么办？你的生活怎么办？你一个人。”妈，我想过了。我打断她，声音比我自己预想的平静得多。我已经29了，这个孩子如果不留下，我可能会后悔一辈子。钱的事我自己想办法，你不用操心。你说的轻巧，养孩子不是养猫养狗，那是一辈子的责任，你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。妈，
他心跳已经有了，我听到他心跳了。电话那头忽然安静下来，然后我听到了我妈吸鼻子的声音，很轻，但很清楚。你这孩子从小就倔，他的声音哑了，跟你爸一个样，犟起来10头牛都拉不回来。我笑了，眼泪也掉了下来。我们母女俩隔着电话线，一个在城市的这头，一个在那头，一起掉眼泪。从那天起，我决定留下这个孩子，不是因为圣母心，不是因为对陆深余情未了，只是因为舍不得。那个小小的生命在我肚子里已经有了心跳，是一条活生生的命，我没有权利替他做决定。我辞了职，出版社的工作虽然稳定，但工资不高，加班不少，挺着大肚子做到足月不现实。我用这几年攒的积蓄和接私活攒下的人脉，自己开了一个小小的编辑工作室，接出版社的外包校对和排版，时间灵活，可以在家办公，收入不稳定，有时候多有时候少，但勉强够用。我妈说要来照顾我，我没让，她自己在老家经营一家小超市，起早贪黑的也不容易。我说我能行，挂完电话就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出租屋里，看着电脑屏幕发呆。窗外是城市的万家灯火，每一盏灯下面都有一个故事，而我的故事在这里，在这间不到40平的出租屋里，正在被重写。日子一天一天地过，肚子一天一天地大起来。前几个月还好，除了尘土和嗜睡，没什么太大反应，可到了5、6个月，身子就重了，弯腰困难，走路喘气，睡觉只能侧着，翻身都要扶着肚子。我一个人去产检，一个人做 B 超，一个人听胎心，一个人排队交费拿药。每次去产检，前台的护士都会问一遍那个问题。家属呢？头几次我还会编个理由，说他在外地出差，说他今天有手术。后来我懒得编了，直接说没有家属。护士看了我一眼，顿了顿，没有再问。产检单上写着高危妊娠，不是因为我身体不好，是因为我年龄偏大，加上情绪状态不稳定，属于需要特别关注的对象。医生建议我让家属陪同，我说不用。我说这3个字的时候，脸上的表情一定很难看，因为医生没再说第2遍。怀孕7个月的时候，我遇到了一件怪事。那时候我刚换了一家医院做产检，之前那家太远了，每次去都要坐1个多小时地铁。我托人找了一家离家近的妇幼保健院，挂了产科门诊。刚挂上号没2天，医院就给我打电话了，是一个语气特别温和的女生，说她是妇产科的周医生，医院最近在做一个孕期营养与胎儿发育的课题研究，需要招募志愿者，问我愿不愿意参加。参加的话，产检费用全免，而且会有专门的专家对接，不用排队。电话那头的周医生说，您的情况挺符合我们的要求的。什么要求？孕周在28周以上，单胎，孕期没有重大并发症，都比较常规。我半信半疑，但不用排队这4个字太诱人了。你想想，一个大肚子的孕妇，一个人，每次去产检都要挂号，排队，缴费，排队，做检查，排队，一整套流程下来，少说3、4个小时，站的腰都直不起来。如果真能省掉这些，我当然愿意。真的全免？我不放心的确认了一遍。全免，包括检查费、挂号费，还有一些营养品也都是课题组提供的。就这样，我的产检转到了周医生这里，他50多岁，圆脸，戴一副金边眼镜，说话慢条斯理的，笑起来眼睛眯成2条缝，看着就让人心里踏实。
每次去他都很耐心，问我饮食怎样，睡眠怎样，情绪怎样，问完正事还多聊几句，偶尔会聊起我的情况，一个人住吗？平时吃什么？有没有什么不舒服？我都是笑笑，一笔带过，他从不多问，但每次都会在最后加一句，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，能帮的我一定帮。周医生对我好的有些过分，不仅免了挂号费，还经常给我拿一些营养品，孕妇奶粉、钙片、DHA， 包装都是英文的，看着不便宜。我问怎么报销，他摆摆手说不用，课题组经费充足，放着也是放着。我虽然感激，但心里一直有个疙瘩，为什么是我？那么多孕妇，为什么偏偏选中我？有一次产检约的是下午2点，我提前到了半个小时，周医生的诊室在走廊尽头，门虚掩着，里面有人在说话。我本想敲门，但里面的声音让我停住了手。他不知道吧？一个女生，是周医生。不知道，别让他看出来。一个男生，低沉，有点哑，像是没睡好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他？等他生完吧，现在说了，他万一情绪波动，对孩子不好。你这样天天偷偷摸摸的，也不是个事啊。我不求别的，知道他和孩子平安就够了。那个声音，我浑身的血液一瞬间涌上了头顶，即使隔着一扇门，即使那个声音比平时低沉许多，即使我怀孕后听力似乎都不太灵敏了，我也听得出来，那是陆深。我的手僵在半空中，指尖离门板只有2厘米，却怎么也敲不下去。门开了，他穿着白大褂从里面走出来，手里拿着一沓产检报告。白大褂下面是深蓝色的洗手服，脖子上挂着听诊器，胸前的工牌上工工整整地印着几个字：妇产科主治医师陆深。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，空气像凝固了一样，走廊里的脚步声，远处护士站的电话铃声，病房里传出的胎心监护仪的咚咚声，所有声音都消失了，只剩下我们2个人之间的沉默。他比离婚的时候更瘦了，白大褂穿在他身上显得有些空荡荡的，颧骨突出，下颌线几乎可以用刀削来形容，眼窝深深的，像是很久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。唯一没变的是那双眼睛还是那么亮，像2颗被打磨过的黑曜石。晨曦，他摘下口罩，嘴唇动了2下，发出的声音很轻，轻的像是怕惊到我。你怎么在这？我的声音在发抖，不是吓的，是一种我说不清楚的情绪，震惊、愤怒、委屈，还有一丝被刻意压抑了很久的，见到他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。我调过来了，3个月前。调过来？你不是在中心医院吗？你不是肝胆外科的吗？我申请了调动。为什么？他没有回答，他垂下眼睛，睫毛在眼睑上投下一小片阴影。我太熟悉他这个表情了，每次理亏的时候都是这样，不看你，不说话，像一个做错了事等着挨罚的小孩。我的目光落在他胸前的工牌上，妇产科主治医师陆深。一瞬间，所有的线索在我脑子里拼成了一幅完整的图。周医生的课题研究，免费的专家号，那些包装精美的进口营养品，还有每次产检都出奇顺利的安排，周医生对我好的原因，他调来妇产科的原因，这一切的原因都指向了同一个答案。那个课题研究是你安排的，周医生是你请来帮我的。那些营养品，那些免费检查，我的声音越来越高，
高到最后几乎是在质问他。他没有否认，他就那样站在我面前，垂着手，像一个等待判决的人。陆深，你是不是有病？你一个肝胆外科的主治，你转妇产科，你的职称怎么办？你手里那几篇论文怎么办？你跟了3年，那个国家级课题怎么办？我一连串地问他，声音在走廊里回荡。路过的护士侧目看了我们一眼，又匆匆走开。那些都不重要。那什么重要？他抬起头看我，眼睛红了。那是我认识他9年以来第3次看到他眼眶红。第1次是在我们的婚礼上，我穿着婚纱走向他的时候；第2次是在民政局门口，我说以后没事就别联系了；第3次就是现在。你，他说，就一个字，和我当初说离字时一样短，但分量完全不同。我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来。走廊里的灯光白得刺眼，照得他的脸色更加苍白。我看见他白大褂口袋里插着一支笔，笔帽是粉色的，上面印着一只卡通小熊。那是我们结婚后第1个情人节我送他的礼物，他还留着。晨曦，我知道你不想见我，但让我做你的主治医生，好不好？他的声音很低，带着一种我从未在他身上见过的卑微。我保证，只谈病情，不谈感情。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你让我走，我立马消失，但是让我照顾你和孩子到平安生产为止。你让我怎么信你？你可以不信我，但你要信我的专业。我虽然是半路转科，但这半年我学了别人2年的东西。我考了妇产科执业资格，跟了上百台剖腹产，模拟手术做了不下200次。我不会拿你和孩子冒险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终于恢复了一点外科医生特有的笃定，但马上又软了下来。你可以当我是你的医生，只是你的医生。我看着他的脸，心里像打翻了5味瓶。这个男人，我恨了7个月，恨他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永远不在，恨他在我说离婚的时候只说了一个好，恨他签字时那份淡漠的平静，恨他让我一个人扛着大肚子挤地铁做产检。可他现在站在这里，为了我放弃了肝胆外科主治医师的位置，转到完全陌生的妇产科，从头学起。这算什么？弥补？愧疚？还是另一种形式的把病人排在我前面？走廊里有人推着轮椅经过，轮子碾过地砖，发出吱嘎的声响。远处胎心监护仪还在咚咚地响着，规律的节奏一下一下敲在我的心口。陆深，你不用这样的。我的声音软了下来，不是原谅，是疲惫。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不用对我负任何责任。我知道法律上我不需要负任何责任，他说，声音有些发紧，但我欠你的，这7年，不对，是9年，我欠你的太多了。7年，结婚3年，加上恋爱6年，我们从恋爱开始，我就一直在让你等，等我考研，等我规培，等我升主治，等我做完这个项目，你等了我7年。我总觉得等我完成了这个阶段就好了，等我到了那个位置就好了。可是我永远有下一个阶段，下一个位置，下一个人要救。他闭了一下眼睛，喉结上下滚动。我救得了别人，却没救得了自己的婚姻。我站在走廊里，手扶着墙，因为肚子太大了，站久了腰会疼。陆深看见我的手势，下意识地往前迈了一步，像是要扶我，又硬生生地停住了。我不用你可怜我，我说。我没有可怜你，我是在求你。他抬起头，眼眶又红了。晨曦，求你让我做你的医生，
就当是一个混蛋前夫，想为自己的孩子做点什么。我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。7个月了，7个月我咬牙扛着一个人做所有的事，一个人扛所有的情绪，没有在任何人面前掉过一滴眼泪。可今天在这个男人面前，在这个让我又爱又恨的男人面前，眼泪像决了堤一样，怎么都止不住。不是因为委屈，不是因为累，是因为他说，孩子，他知道了这个孩子，他想要这个孩子，他为了这个孩子放弃了自己的专业，而我一直以为他连我怀孕了都不知道。你怎么知道我怀孕的？我擦了一把眼泪，尽量让声音听起来镇定。你离婚后第3个月去医院做 B 超，挂的是妇产科。他说那家医院有一个医生是我的同学，他偶然看到你的挂号记录，告诉我的。他凭什么告诉你？病人隐私不是隐私吗？他没有泄露病情，他只是跟我说，看到你一个人去妇产科。陆深的声音越来越轻，剩下的是我自己查的。你怎么查的？我调了那天妇产科的 B 超记录，我看到了你的名字，看到了检查结论早孕，单活胎，约7周。你滥用职权查我病历，我不敢相信地看着他。你可以告我，他说，语气认真的不像在开玩笑。我愿意承担所有后果，但那时候我已经知道了，知道以后我没办法装不知道。他说那天他在办公室坐了整整1夜，调出我的 B 超单，看到早孕2个字，脑子一片空白。他说他是医生，比谁都清楚那不是误诊，那2个字意味着什么。他算了日期，推算了受孕时间，得出结论，那是他的孩子，是在离婚前就怀上的。而我没有告诉他，我一个人扛着这件事，扛了这么久。然后呢？我问。然后我就开始办转科手续，中心医院不放人，院长找了我3次，问我是不是疯了。我说我没疯，我要转妇产科。院长说你的前途不要了。我说不要了。你骗人，你不可能说不要就不要。我说了，他的眼睛认真地看着我。我说我老婆怀孕了，我要去陪她。是前妻，我纠正他。前妻也是妻，他固执地说。我被他的话堵住了。护士站那边有人在按铃，走廊里又有人推着器械车经过，轮子轰轰地响。周医生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诊室里走了出来，站在门口看着我们俩，叹了口气，又悄悄退了回去，把门带上。陆深，你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，婚都离了，你转科有什么用？我不用你负责，孩子我自己养。你让我不负责，我就不负责了，那也是我的孩子。他的语气忽然变得强硬了一些，但马上又软下来，像是怕吓到我。我不是要跟你争抚养权，我也不是想用这个孩子绑架你，我只是想在你需要人的时候，至少能站在旁边。那你怎么不来找我？你既然3个月前就调过来了，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？为什么要绕这么一大圈，找周医生假装课题研究，偷偷给我塞营养品？我的声音又高了起来。因为我怕你生气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声音小的几乎听不见。我怕你看到我情绪波动，对孩子不好。你产检单上写着高危妊娠，医生说你要保持情绪稳定，我不敢冒这个险。所以你就躲在幕后，像个偷窥狂一样盯着我。对，他承认的这么干脆，反倒让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。那天我换了一家医院，不是想躲他，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，我需要时间消化这一切。他转科了，
他为了我放弃了自己的专业，他一直在暗中关注我的每一次产检。这些信息一股脑地涌进来，我需要一个人静一静。我换到了城东的另一家妇幼保健院，挂号的时候，我特意选了离家最远的一家，坐公交车要40分钟。我想这下他总找不到了吧。事实证明我太天真了。第一天去新医院产检，我在候诊区的椅子上坐下，椅子很硬，坐着腰疼，我不停地调整姿势，肚子太大，怎么坐都不舒服。然后我感觉到有一道目光落在我身上，从候诊区左侧的方向传来的。我转过头，陆深坐在角落里，他没有穿白大褂，穿着一件普通的深蓝色卫衣和牛仔裤，手里捧着一本书，假装在看，但他的书拿倒了。他的头发比平时乱一些，好像出门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打理，下巴上有一层青色的胡茬，整个人看起来像是刚从床上爬起来就直接冲出了门。他看见我转头，迅速把目光移回书上，假装自己没有在看我。那个样子，一个30多岁的男人捧着一本拿倒了的书，坐在妇产科候诊区角落里，假装若无其事，简直像个被抓包的小学生。我站起来，走过去，站在他面前。你跟踪我？他把书放下，抬头看我，嘴唇动了动，说了一句我没想到的话，你换的这家医院，产科主任是我的师兄，周医生昨天给我打了电话，说你转院了，你就又把自己调过来了？没有，这家医院我调不过来，编制满了。他老老实实的说，我就是过来坐着，看看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陆深，你这样让我很困扰。我不会打扰你，我就坐在角落里，远远的看着就行。他站起来，把书夹在腋下，往后退了2步，像是在证明自己确实会保持距离。你当我是空气就行。你一个大活人怎么当空气？那我就当个安静的空气。我看着他，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。他瘦了太多，穿那件卫衣都显得有些空。卫衣的袖口有一小块污渍，像是咖啡洒上去的。以前的他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穿着带污渍的衣服出门。他有轻微的强迫症，白大褂永远一尘不染，皮鞋永远锃亮。你在这坐了多久了？我问。3个小时，我6点就来了。为什么这么早？你上次产检约的是8点半，我怕错过。我张了张嘴，什么也说不出来。6点，他6点就坐在妇产科候诊区的硬椅子上，拿着一本拿倒了的书，就为了在我来做产检的时候远远地看我一眼。陆深，你是不是傻？是，他承认得很干脆，以前是傻，现在好像也没聪明到哪里去。我被他的厚脸皮气笑了，是真的笑了，嘴角不受控制地往上翘了一下。他捕捉到了这个微小的表情变化，眼睛亮了一下，但很快又恢复了那副小心翼翼的样子。那天之后，陆深就开始了他的远程守护模式，他不再来医院蹲点了，因为他怕我真生气，但他的人无处不在。周医生隔3差5会打电话来回访，问我有没有什么不舒服，吃什么用什么，要不要帮忙。新医院的护士对我特别好，每次去都有优先通道，问起来对方只说上面交代的营养品还是定期出现在我家门口，有时是一箱孕妇奶粉，有时是一袋进口钙片，没有快递单，没有寄件人，就那么安静地放在门口，像一个沉默的约定。我知道这些都是他安排的，但我没有戳破，也没有拒绝。不是因为我原谅他了，
是因为我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跟自己过不去。孩子需要营养，我需要好心情，跟他较劲没必要。预产期前1周的那个凌晨，阵痛来了。刚开始我还以为是假性宫缩，孕晚期经常有，肚皮一阵发紧，过一会儿就松了。我翻了个身，想继续睡，但这次不一样，那种疼痛从小腹深处涌上来，像一只无形的手在拧我的内脏，一阵比一阵紧，一阵比一阵疼。我打开手机看了一眼时间，凌晨3点12分。我躺在床上等着疼痛过去，但它没有过去，反而越来越规律，每7、8分钟疼一次，一次比一次猛烈。汗水从额头上渗出来，顺着太阳穴流进头发里。我咬着嘴唇，告诉自己不要慌，先确定是真的发动了再行动。到了4点半，宫缩间隔缩短到了5分钟，我知道不能再等了。我撑起身子，扶着床头柜站起来，肚子太大了，大到我看不到自己的脚。我一步一步挪到衣柜前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待产包，那个包我已经收好了2个月，放在门口随时可以拎走。当时收拾的时候，里面的东西是按我一个人的需求准备的换洗衣物、产妇卫生巾、孩子的衣服和包被、证件和钱，没有准备任何需要家属帮忙的东西，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家属算进去。我拎着包出了门，凌晨的街道空荡荡的，路灯把地面照得一片昏黄，远处有一辆出租车在等红灯，我招了招手，车停下来，司机是一个中年大叔，看我挺着大肚子，拎着包，赶紧下车帮我开门拿东西。姑娘，就你一个人，家里人呢？司机发动车子后，忍不住问了一句。在，我说。这个谎话我已经说得太熟练了，在忙，在路上，总之不在我身边。到了医院，宫缩已经疼得我直不起腰，我扶着墙走进急诊大厅，值班护士远远地看到我，赶紧推了轮椅过来。产妇叫什么名字？晨曦。第几胎？第1胎。家属呢？护士一边推轮椅一边问。我没有回答，护士大概已经习惯了各种答案，没有追问，直接把我推进了产房。产房里的灯光很亮，冷白色，照的墙壁泛着一层寒光。我被扶上产床，护士给我绑上胎心监护，测了血压和体温，然后开始问我各种问题，过敏史、既往病史、产检情况、预产期、宫缩从几点开始。我咬着牙一个一个回答，每说几句话就被一阵宫缩打断，疼得浑身发抖。然后医生来了，是一个40多岁的女医生，姓郑，圆脸，看起来很干练。她给我做了内检，皱了皱眉。才开了3指，还得等，你忍着点，别乱使劲。医生，大概还要多久？不好说，出产妇开得慢，快的几个小时，慢的10几个小时都有。他一边写病历，一边问，家属在外面？没有家属，我说。郑医生抬起头看了我一眼，那一瞬间的眼神很复杂，有同情，有职业性的冷静，还有一丝为难。产妇需要有人签字，万一有紧急情况需要手术，必须家属签字。我自己签？不行，规定是直系亲属。你爱人呢？父母呢？父母在外地，赶不过来。我顿了一下，补了后半句，我爱人离婚了。郑医生沉默了几秒，低头在病历上写了几行字，然后对旁边的护士说，先去跟值班领导报备一下，特殊情况看看怎么处理。护士点头出去了。
产房里安静下来，郑医生又检查了一下胎心监护的数据，嘱咐了几句就去了隔壁产房。我一个人躺在产床上，看着天花板上惨白的灯光，听着胎心监护仪里传来孩子的心跳声，咚咚咚咚，规律而有力，像一个小小的鼓手在我肚子里打鼓。宫缩又来了，这次比之前更猛烈，像是有人拿了一把刀在我的小腹里翻搅。我抓着床栏，手指关节捏得发白，嘴唇咬得几乎要出血。我不敢叫，因为叫了也没用，没有人会在产房外面焦急地踱步，没有人会因为我的痛而紧张，没有人会握住我的手说别怕我在。我把所有的力气都用来对抗疼痛，只在喉咙里发出一声低低的闷哼。郑医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回来了，看了一眼宫缩的频率，皱了皱眉。胎心有点下降，孩子可能在宫内有些缺氧，他对护士说，准备一下，可能需要紧急剖腹产。然后他转向我，晨曦，签字的事，你真的没有家属可以来吗？我张了张嘴，想说没有，但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一个人的脸，瘦削的，疲惫的，眼眶红红的。凌晨5点半，他会接电话吗？转科后他住在哪里？我甚至不知道他现在的手机号有没有换。我犹豫了。就在这时，产房的门被推开了，不是护士，不是值班领导，一个穿着手术服、戴着口罩的人大步走了进来，他身后跟着2个护士，一个手里捧着一沓文件，另一个推着手术用品车。他走到我身边，摘下口罩。陆深。他的眼睛比我上次见他时还要红，像是熬了一整夜，也许是好几夜，头发被手术帽压得贴着头皮，脸上有一道口罩压出来的印子，从鼻梁一直延伸到耳根，但他的眼神很稳，那种外科医生特有的在刀尖上行走时的沉稳。郑老师，我来做这台手术，他对郑医生说，不是商量的语气，是陈述。郑医生看了他一眼，又看了我一眼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点了点头，让出了主刀位置。你怎么签的字？我声音发颤，你不是我家属，法律上我们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以主治医生的身份签的字，医院特许的，特殊情况，产妇无家属陪同，由主治医生代为签字。他在我床边蹲下来，和我平视，晨曦，别怕，我在。我看着他，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流了下来，不是因为疼，是因为这7个月以来，所有我以为永远不会出现的画面，在这一刻全部出现了。他来了，穿着手术服，戴着口罩，作为我的主治医生，站在我的产床前。陆深，你行吗？你是半路转科的，你做过多少台剖腹产？万一出问题。我做过200多次模拟手术，跟了上百台临床，独立主刀37台。他打断我，语气不容置疑，全部成功，无一事故。你可以质疑我这个人，但不要质疑我的专业。我被他堵得说不出话，麻醉师已经开始做术前准备，在我手背上扎针，凉凉的液体流进血管，护士在给我备皮，消毒水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。晨曦，别说话了，保存体力。陆深戴上手套，站在手术台前，孩子胎位不正，脐带绕颈一圈，胎心有所下降，我判断需要尽快剖腹产，你同意吗？同意，我说。这2个字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简单的决定。手术开始了。我躺在手术台上，头顶的灯光明亮的近乎刺眼，
一块绿色的无菌布在我胸前撑起一道帘子，挡住了下面的视野。我能感觉到肚子上有压力，有人在划开我的皮肤一层一层，表皮、脂肪、肌肉、子宫，没有痛感，因为麻药已经起效了，但那种被切割的感觉是有的，顿顿的，像有人在按压你的肚子，然后有什么东西在往外牵拉。吸血，陆深的声音从帘子那边传来，平稳而冷静。拉钩，再往右一点。好，看到了。他在做手术，他在我的身体里操作。这个事实忽然让我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，不是恐惧，不是紧张，而是一种奇怪的安心。9年前，我在大学图书馆第一次见到他时，他是医学生，穿着白大褂在书上做笔记。现在他站在手术台前，亲手为我和孩子做手术。时间像一个圆，兜兜转转，又回到了某个奇妙的交叉点。晨曦，别睡，跟我说说话。陆深的声音从帘子那边传来。说什么？说你还恨我吗？恨，那就好。他的声音里居然有一丝笑意。恨比忘记容易，你恨我，说明你还记着我。你少自作多情。我说，声音虚弱的没有一丝威慑力。帘子那边安静了几秒，然后我听到他的声音，很轻很轻，像是怕被其他人听到。晨曦，你想知道我为什么转科吗？我没有回答，他也没有等我回答，继续说下去。离婚后第1个月，我正常工作，正常做手术，正常吃饭睡觉。我以为我也能放下，就像你签字时那么干脆一样，但是不行。第2个月，我开始失眠，每天晚上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我的左边是你以前睡觉的位置，那个位置空了，好像永远地空了。我开始想，你吃饭了吗？胃有没有在疼？空调开太低了吗？有没有又一个人去医院？我不敢给你打电话，因为离婚那天，你说以后没事就别联系了，我怕你觉得我纠缠不清，怕我的电话让你更难受，我只能忍着。然后老陈，我的那个同学，就是你在第1家医院做 B 超碰到的那个医生，他给我打电话，他说，老陆，我今天看到你前妻了，在妇产科。陆深的声音停了一下，我听到器械碰撞的声音，听到他让护士递剪刀。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，挂了电话就开车去了那家医院，调出你的 B 超记录，早孕7周，单活胎。我看了那个日期，倒推了一下，是我的，是在我们离婚前1个月怀上的。那天晚上，我开着车在你家楼下坐了一整夜，我看着你房间的灯，一直亮到凌晨2点。你在干什么？在改稿子，还是在发呆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坐在车里，看着那盏灯，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混蛋的人。你怀孕了，怀着我的孩子，而你一个人去做产检，一个人面对所有的事情，因为你宁愿一个人扛着，也不愿意告诉我，我让你失望到什么地步，你才会这样做。我的眼泪从眼角滑下来，滴在手术台上，麻醉师看到了，默默递了一张纸巾给我。陆深，别说了。不，你让我说完。他固执的继续，手上的动作却没有停。我用了2天时间说服中心医院的院长放我走。他说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说我没疯。他说，你的职称不要了，国家级课题不要了，肝胆外科10年的积累不要了。我说不要了，全不要了。陆深，你疯了。也许吧，但我知道我在做什么。我找了郑主任，他是妇产科的资深专家，我让他带我，他一开始不同意，
说半路转科太难了。我说我不怕难，我用3个月学完别人2年的课程，每天只睡3、4个小时，白天跟手术，晚上啃教材。我考了妇产科执业资格，做了200多次模拟手术。我让周医生帮我隐瞒身份，因为我不敢直接出现在你面前，我怕你生气，怕你情绪波动，怕你因为我的出现吃不好睡不好。晨曦，你知道吗？这几个月，我看着你的肚子一天一天大起来，看着你每次产检的记录，胎心多少，血压多少，体重增加了多少，你每一张 B 超单我都看过，每一个数据我都能背出来。你怀孕34周的时候，血压有点高，我让周医生给你开了食疗方案，然后每天盯着你的血压记录，直到它恢复正常。你每次来产检，我都远远的看着你，你一个人来，一个人挂号，一个人坐在候诊区的椅子上，有时候手里拿着一本书在看，有时候只是发呆。你的背影比离婚的时候瘦了。帘子那边沉默了几秒，我听到他在深呼吸。我最怕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最怕的是你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，身边没有人。所以我站在这里，不是作为前夫，是作为一个医生，一个想让你和孩子都平安的医生。产房里安静了，安静了很久。负责记录的护士停下了手里的笔，麻醉师盯着监护仪一动不动的，连空气都好像凝固了。所有人都听到了他的话，所有人都沉默了。然后一声啼哭划破了寂静，响亮、清脆，带着新生儿特有的那种能把屋顶掀翻的生命力。出来了，是个男孩。陆深的声音有些发抖，不是因为紧张，是因为别的什么。我听到护士把孩子抱到一旁的辐射台上清理，听到孩子哇哇的哭声，听到护士报数字，体重3200克，身长51厘米，阿氏评分10分。陆深还在给我缝合，一层一层，仔仔细细，好像每一针都要对得整整齐齐。他的手很稳，和他说那些话时微微发颤的声音判若两人。护士把孩子包好了，抱到我面前，小小的，皱巴巴的，一张小脸憋得红红的，嘴巴张得大大的，哭得撕心裂肺。他的头发很黑很密，眉毛淡淡的，鼻梁还没有完全长开，但能看出来以后会很高，像他爸爸。我伸出手，用指尖碰了碰他的小脸，他的皮肤是温热的，滑嫩的，带着一种新生命特有的触感。他忽然就不哭了，小嘴巴动了2下，似乎在寻找什么。他认得你，护士笑着说，妈妈的手一碰就不哭了。我看着这个小东西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7个月，7个月的孤独、恐惧、犹豫、挣扎，所有的一切，在他出生的这一刻，忽然都有了答案。陆深做完了缝合，脱下手术手套，走到我身边，他低头看着孩子，没有说话。他的眼眶红红的，睫毛上挂着水光。我从手术帽和口罩的缝隙里看见他的脸，瘦削的，疲惫的，但眼睛里有光的。陆深，你摘了口罩吧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缓缓摘下口罩。那张脸比我上次见他时又瘦了1圈，颧骨高高凸起，眼窝深陷，下巴上轻轻的胡茬，像是好几天没刮。可他看着我笑的时候，还是像9年前在图书馆里一样，眼睛弯弯的，目光里全是我。晨曦，谢谢你。他说，声音哑得几乎听不清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没有放弃他。也谢谢你，我说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没有放弃我。
他弯下腰，把脸埋在我的肩窝里，我感觉到他的肩膀在抖，感觉到有什么温热的东西滴在我的脖子上。他在哭，这个从来不在人前掉眼泪的男人，这个在手术台上冷静的像一块铁的男人，趴在我肩膀上，哭得像个孩子。护士把孩子放在我身边，悄悄地退了出去。产房里只剩下我们一家3口，头顶的灯光还是很亮，但已经不觉得刺眼了。我低头看着怀里的孩子，他已经不哭了，睁着一双黑亮的眼睛，迷茫地看着这个世界。他的眼睛像你，我说，鼻子也像我。陆深从我的肩上抬起头，擦了擦眼睛，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这么小能看出什么？能，我是医生，我说了算。孩子在这个时候发出了一声细小的哼唧，小手动了2下，攥住了陆深伸过来的手指。那只手那么小，5个指头加在一起还没有陆深的1个拇指大，但他攥得很紧，像是握住了全世界最重要的东西。陆深低头看着那只攥着他手指的小手，没有说话，他的嘴唇抿得很紧，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。陆深，给孩子起个名字吧。他抬起头看我，眼睛是红的，鼻尖也是红的，表情里有惊有喜，还有一丝不太确定。你让我起？你是他爸。他想了想，轻声说了2个字，念希。念希？念希，想念的念，晨曦的曦。我看着他，眼泪又掉下来了。陆深，你真肉麻。那你喜欢吗？喜欢。他笑了，眼泪还挂在脸上，嘴角却弯成了一个好看的弧度。那个笑，是他这7个月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笑。我本以为一切苦尽甘来，故事可以翻到新的篇章，可命运没有放过我们。孩子出生后第3天，我开始发高烧。起初只是觉得浑身发冷，裹了2床被子还在抖，护士量了体温39度8。陆深当时正在隔壁病房查房，听到消息几乎是跑着过来的。他摸了摸我的额头，脸色唰地变了。产后感染，需要紧急检查。他转身对护士说，推 B 超机过来，抽血送检，快。B 超结果显示，子宫内有残留物，疑似胎盘组织残留。陆深看着屏幕上的影像，握着探头的那只手微微颤抖。怎么了？我问。需要2次手术，他的声音比平时低了很多。子宫里有残留物，必须清理干净，否则感染会扩散。严重吗？不严重，他说得很快，快得像是怕我听到真相。我亲自做，你别怕。但我看到了他的眼睛，那里面有我从未见过的东西，恐惧。我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，陆深已经在里面了。他在洗手台前洗手，洗了很久，一遍又一遍，每一次都从指尖洗到手腕，再从手腕洗到指尖，像是要把什么东西洗掉。透过玻璃，我看见他的背影，肩膀绷得很紧，脊背微微弓着，整个人像一根被拉满的弦。陆医生，可以开始了吗？麻醉师问。他转过身，点了点头，他的口罩遮住了大半张脸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那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下眼睑黑得像墨水晕开的痕迹。手术开始了。麻药注入后，我的意识变得昏昏沉沉，时清醒时模糊，隐约听到器械碰撞的声响，听到陆深让护士递止血钳，听到监护仪稳定的滴滴声。
然后那滴滴声忽然变得急促了，血压在下降，心率加快，出血量超过预期。输血，血库的血可能不够，需要紧急调。抽我的。陆深的声音像一把刀划破了空气，我是 O 型血，万能献血者，抽我的。陆医生，您已经连续工作了。我说抽我的。我从来没有听过他用这种语气说话，不是愤怒，是恐惧，赤裸裸的，毫无掩饰的恐惧。那个在手术台上做了上千台手术，从来没有手抖过的外科医生，此刻的声音在颤抖。我感觉胳膊上有针扎的刺痛，是输血针，然后我的意识又模糊了，陆深的声音变得很远，像是隔着一层水在说话。晨曦，你听到了吗？你不能有事，你答应我要复婚的，你不能反悔。他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，很轻很急，像是在我耳边低语，又像是隔着一条漫长的隧道。晨曦，你还恨我吗？你要是恨我，就醒过来，继续恨，你恨我一辈子都行，只要你别走。晨曦，孩子还没有起大名，念曦是我想的，你还没有点头呢。你醒过来，你说叫什么就叫什么，我保证不跟你争。晨曦，他的声音越来越远，越来越模糊，最后彻底消失在一片白茫茫的光里。我不知道昏迷了多久，在醒来的时候，我躺在一个单人病房里，窗帘拉着，但缝隙里漏进来几缕阳光，暖暖的，照在被子上，形成一道金色的条纹。窗外偶尔传来几声鸟叫，清脆悦耳。陆深趴在我的床边，睡着了。他的手还握着我的手，十指交扣，握得很紧，像是怕一松手，我就会消失。他的头发乱糟糟的，胡子也没刮，下巴上冒出一层青色的胡茬。他还穿着手术服，上面有暗红色的血迹，已经干涸了。他整个人看起来像是被抽空了，脸色苍白的跟床单差不多，嘴唇干裂的起皮，左手手臂内侧贴着一块医用胶布，那是输血后贴的。他给我输了多少血？我不知道。我没有叫醒他，我只是静静的看着他，看着他紧皱的眉头，即使在睡梦中，他的眉心也是锁着的，像是在做一个不太好的梦。我想伸手去抚平那道纹路，但手被他握得太紧，动弹不得。他到底欠了我什么？不是我欠了他，欠了他一个机会，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。他用9年的沉默辜负了我的等待，又用7个月的疯狂来偿还。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丈夫，但他是一个在生死关头会毫不犹豫捋起袖子，用自己的血来换我的命的男人。这样的男人值得我再信一次吗？陆深，我轻声叫他的名字。他猛地醒了，像触电一样抬起头，眼睛还没来得及聚焦，声音已经先于意识冲出了喉咙。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疼不疼？要不要叫医生？你好像就是医生吧？我说，嘴角弯了弯。他愣了半秒，然后那根紧绷的弦终于松了下来。他低下头，把脸埋在我手心里，肩膀微微颤抖。你吓死我了！你知不知道？你失血2000多毫升，心跳停了7秒。他的声音闷闷的，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咙。7秒，我这辈子从来没觉得7秒这么长。7秒而已。做心肺复苏的时候，我什么都想不了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要是救不回来你，我怎么办？念念怎么办？他抬起脸看着我，眼眶又红了。晨曦，我这辈子救了很多人，可如果你躺在我面前，而我救不了你，
我做医生还有什么意义？你是因为这个才转科的，因为救不了的人会是我。不是，他摇头，我转科不是为了以防万一，我转科是因为你是我唯一一个想做他主治医生的病人。病房里很安静，阳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，落在他苍白的侧脸上，他的手还握着我的手，指尖有些凉，但掌心是温热的。陆深，念念是谁？你昏迷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守在 ICU 外面起的。他有些不好意思的低下头。念希，陆念希，我擅自做主了，你要是不喜欢，可以换。不用换，我说，这个名字很好。他抬起头，眼睛亮了一下，随即又暗淡下去。晨曦，有件事我要告诉你。什么事？这次手术，你的子宫受损严重，虽然保住了，但以后可能不能再怀孕了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声音很低，像是在宣读一份自己也不愿意接受的判决书。我没有保护好你，对不起。我看着他的表情，那个在手术台上镇定自若的外科医生，此刻像一个做错了事等待惩罚的小孩，眼睛里全是愧疚和不安。陆深，我们有念念就够了。他愣住了，看着我，似乎在确认我说的是不是真的，然后他的眼睛又红了。这个男人这7个月红眼眶的次数，可能比他前30多年加在一起还多。你真的不怪我？怪你什么？怪我差点死在手术台上，还是怪你用自己的血把我救回来？我说，陆深，以前我恨你，是因为你把所有人都排在我前面，现在你把我排在了最前面，连你自己的命都排在我后面，你觉得我还能怪你什么？他低下头，没有说话。过了好久，他才重新开口，声音哑得几乎听不清。晨曦，我们复婚吧。我看着他，看着这张瘦削的、疲惫的、满是胡茬的脸，这个男人曾经让我仰望，让我卑微，让我在无数个深夜里独自流泪，可也是这个男人在生死关头把我从鬼门关拉回来，用自己的血换我的命，在产房里红着眼眶说，我回来还债了。好，我说，就一个字，和他当初在离婚协议上签下的那个字一样短，但这一次意义完全不同。陆深抬起头看着我，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这个在人前从来不掉眼泪的外科医生，在手术台上冷静如铁的医生，趴在我的病床边，哭得像个孩子。孩子满月那天，陆深把我和念念接回了家，不是我以前租的那个房子，也不是他离婚后住的那套公寓，而是一套新的3室1厅，采光很好，客厅的窗户朝南，阳台上摆了一排绿萝，是我喜欢的植物。他说是2个月前租下来的，一直在等我搬进来。你2个月前就租好了？选了很久，找中介看了10几套，最后定了这个，离念念的幼儿园近，离医院也近。你怎么知道我会答应你？我不知道，他老实的说，但我想，就算你不答应，念念也需要一个好一点的环境长大。这套房子本来的预算是按你和孩子的标准来的，不是按我。我站在玄关，看着客厅里的布置，沙发是我喜欢的布艺款，茶几的高度对我来说刚刚好，厨房的灶台是低矮型的，因为我个子不高，以前的灶台每次炒菜都要架着胳膊，累得很，这些细节他全都考虑到了。你怎么知道我想要低灶台？以前在家的时候，你炒菜总说肩膀疼，我听到了，但没有放在心上，
他说，这次租房的时候，第一件事就是找厨房灶台低一点的户型，看了10几套，只有这套符合。我看着他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结婚3年，他从来没有注意过我炒菜肩膀疼。离婚7个月，他记住了每一个我当时觉得他根本没在听的细节。陆深，你以前是真的忙，还是不想回家？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诚实的回答，都有。忙是真的忙，但忙到那种程度，也是我自己选择的，因为我觉得家里有人在等我，不急，等我把这台手术做完，等我把这个课题结了，等我把这个项目搞定，我永远在等下一个节点。我以为你会在原地等我，不会走的。但我走了。对，你走了，然后我醒了。他说，有些课不交学费是学不到的，只是这学费太贵了。客厅里，念念在婴儿车里睡得正香。她今天穿了一件黄色的连体衣，是陆深买的，上面印着一只小鸭子。满月的孩子长开了一些，皮肤不再是刚出生时那种皱巴巴的红，变得白白嫩嫩的。她的睫毛很长，像2把小扇子，睡着的模样安静的像一个小天使。你还记得离婚那天吗？陆深忽然问。记得，2月14号，情人节。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回到空荡荡的房子里，看到你留在茶几上的家门钥匙，你把它放在了电视遥控器旁边，摆得整整齐齐的。你怎么知道是故意摆整齐的？因为你不是那样放东西的人，你平时放钥匙都是随手扔在鞋柜上，从来没有整齐地放在茶几上。那天你特意把它放在最显眼的位置，是想让我一眼就看到，对吧？我没有否认。那天走之前，我在客厅里站了很久，手里攥着那把钥匙，金属的触感冰凉冰凉的。我环顾这个生活了3年的家，沙发、茶几、电视、书柜，每一样东西都是我挑的，我摆的，可我要走了，这些东西一样都带不走。我把钥匙放在茶几上，放下去的那一瞬间，心里有一个声音说，你再也不用等一个人回家了。那天晚上，我坐在沙发上，拿着那把钥匙，坐了很久。陆深说，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我不早一点回家？为什么你打来电话的时候，我总是在忙？为什么你说离婚的时候，我只说了一个好字，而不是站起来告诉你，不行，我不同意？那你现在想明白了吗？想明白了。他看着我，眼神认真而笃定，因为我以前一直觉得人生很长，以后有的是时间弥补。我不知道人生很短，短到有时候一个转身就可能再也追不回来。婴儿车里，念念动了一下，发出一声细小的哼唧。陆深条件反射般地走过去，俯身轻轻拍了拍他，动作轻柔的不像一个成年男人，倒像是一个在小心翼翼地触碰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的人。你什么时候学会哄孩子的？你住院那段时间，我在新生儿科学的。他说，每天下班后去抱他，跟着护士学换尿布、拍嗝、做抚触。你不嫌脏？自己的儿子脏什么？他顿了顿，补了一句，再说，你一个人带他这么久都没嫌脏，我有什么资格嫌？念念又哼唧了一声，然后安静下来，继续睡。陆深看着婴儿车里的小脸，嘴角不自觉地弯了起来。他长得太快了，他说，满月的时候比出生时重了2斤，我每天看着他，都觉得他比昨天又大了一点。我开始理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怀孕了，你怕我错过他的成长，
可我还是错过了，错过了你怀孕的前7个月，错过了你所有的产检，错过了第一次胎动，错过了你的每一次焦虑和每一次喜悦，这些都是他生命最初的一部分，我没能陪你一起经历。你没错过最关键的，我说，你在产房里，你亲手把他带到了这个世界上。陆深看着我，眼眶又红了。这个男人经历了上千台手术，在产房里冷静得像个机器，可这一整个月，他动不动就红眼眶，不是因为脆弱，是因为他以前把自己的情绪封了太久太久，现在盖子打开了，所有的悔恨、感激、心疼，全都一股脑地涌了出来。晨曦，我可以抱你吗？你都抱过我多少次了？不一样，以前是怕你跑，所以抱着，现在是你回来了，我想确认你是真的。我走过去，他张开手臂把我圈进怀里，他的手环住我的腰，下巴搁在我的头顶上，呼吸落在我头发上，温热而均匀。我听到他的心跳声，一下一下，有力而平稳。这颗心在手术台上从未慌过，却在我心跳停了7秒的时候，差点跟着一起停了。陆深，你真的不后悔吗？放弃肝胆外科，从零开始转妇产科，你的师兄都快当上科室主任了，你现在还是主治。不后悔？骗人！真的不后悔。他把我抱得更紧了一点。我以前在肝胆外科做高难度的手术，发高分数的论文，所有人都说我是天才，但我每次做完一台了不起的手术后回到家，面对的是空荡荡的房子和冷掉的饭菜，手术台上的成就感抵消不掉一个人的孤独。现在不一样，我每天下班回家，灯是亮的，锅里有热饭，儿子冲我笑，你坐在沙发上看书，这种日子给我10个科室主任也不换。我在他怀里笑了，这个曾经把手术排在第1位的男人，现在跟我说给我10个科室主任也不换。时间是魔术师，7个月把一个人从里到外翻了个个。那你以后会不会又变回以前那个陆深？我问，会不会等念念长大一点，等日子安定下来，你又开始把工作排在前面，又开始让我等？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松开我，和我面对面，他的表情很认真，认真得像是在做一台关乎生死的手术。晨曦，我以前觉得爱一个人就是给他一个好的生活，给他钱，给他房子，给他安稳，我以为我做到了。他说，后来我才明白，他要的不是这些，他要的是我在他身边，要的是我接他的电话，要的是我记得他对什么过敏，要的是我在他害怕的时候握住他的手，这些我以前一件都没做到。所以你不会再犯。我不能保证我永远不加班，我是医生，有时候手术排期不是我能控制的。他认真地看着我，但我可以保证2件事。第一，你的电话我永远会接，就算在手术室，下台后第1件事也是回给你。第二，如果有一天你觉得我又走回老路了，你不要签字，你直接来医院，当着我的面骂我，有多难听骂多难听，骂完了我改到你满意为止。我看着他那副认真的样子，眼眶有些发热。好，我记住了。你要是再犯，我就带着念念搬到瑞士去。瑞士？对，我大学同学在那边开出版社，一直叫我过去。你要是再把我排到最后面，我就真的不回来了。他没有笑，认真地点了点头。那你告诉我瑞士的具体地址，我好订机票去追你。我终于忍不住笑了。这个男人，你用玩笑的语气威胁他，
他居然真的在思考怎么追到瑞士去。念念在婴儿车里醒了，开始哭，陆深走过去把她抱起来，念念在他怀里扭了2下，哭得更大声了。他不认我。陆深看着我，表情有些委屈，像一个被嫌弃的孩子。你抱的姿势不对，他的头要枕在你的臂弯里，不能悬空。我走过去，调整了一下他抱孩子的位置，念念的头落在他的臂弯里，哭声马上就小了下来，小嘴巴巴咂了2下，在他的怀里蹭了蹭，又安静了。他认了。我说，他只是之前被你抱着不舒服。陆深低头看着怀里的念念，小家伙睁着黑亮的眼睛，好奇地看着他。父子俩对视了10几秒，念念的小手忽然伸出来，在空中抓了2下，抓住了陆深的衣领。你看，他抓我了。他喜欢你。他力气好大。陆深的声音里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骄傲，将来肯定是个当外科医生的料。他才满月，你说什么外科医生？我就是知道。念念在他怀里打了一个小小的哈欠，又闭上了眼睛。陆深轻轻地摇晃着，嘴里哼着一个不成调的曲子，是小星星。他以前唱歌不走调，现在这首儿歌被他哼得完全没有调子，但他哼得很认真，每一个音都拉得长长的，像是在唱一首最庄严的赞美诗。我看着这父子俩，忽然觉得7个月前一个人在民政局门口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的那个我，一定想不到今天那个让我心灰意冷的男人，此刻正笨拙地哼着儿歌，抱着我们的孩子，像一个最普通的、最温柔的爸爸。那天晚上，陆深下厨做了一桌子菜。他以前不会做饭，结婚3年，他进厨房的次数屈指可数，进去也只是倒杯水。离婚后，他报了烹饪班，学了大半年。我怕你回来的时候，连口热饭都没有。他解下围裙，有些紧张地看着我夹起一筷子红烧排骨。排骨有点糊了，边缘是焦黑的，咬开来，里面的肉却还算嫩，盐放的有点多，酱油也放多了，整体偏咸偏黑，但排骨切得很整齐，每一块都是标准的寸段。这是他做手术的手，那双手曾经捏着手术刀，在我身体里精准地避开每一根血管，现在捏着菜刀，笨拙地把排骨切成大小均匀的块。好吃吗？他问，眼神有些忐忑。咸了点，但还不错。他的眉头舒展开来，像是通过了一场重要的考试。那下次少放点盐。我在学，已经进步很多了。第一次做红烧肉的时候，糊到锅底都铲不下来，锅直接报废了。你报废了几个锅？4个。他老老实实的承认，3个炒锅，1个汤锅。烹饪班的老师说我是他教过最差的学生。我忍不住笑出了声，那个在手术台上叱咤风云的外科医生，连切干叶都不带抖一下的人，居然在厨房里报废了4个锅。那你现在会做什么菜了？红烧排骨、清炒西兰花、番茄炒蛋、香菇炖鸡，就这4道，轮着做，1周1轮。他掰着手指头数给我听，认真的样子像一个在汇报工作的住院医。下周准备学一个鲫鱼汤，给你下奶用。你学了多久了？从你怀孕6个月的时候开始的。那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回来，但我想，就算你不回来，以后念念来我这里的时候，我也得给她做饭，不能让她觉得爸爸什么都不会。窗外有烟花炸开的声音，不知道是谁家在庆祝什么。念念被吵醒了，但没有哭，只是睁着眼睛，安静地听着外面的声响，
烟花一朵接一朵地在夜空中绽放，红色、绿色、金色，把窗帘映得明明暗暗的。陆深放下筷子，走到婴儿车旁，把念念抱起来，走到窗边，他推开窗户，9月的夜风带着凉意吹进来，吹得窗帘微微飘动。念念在他怀里，看着窗外的烟花，小脸上映着彩色的光，眼睛一眨不眨。念念，这是烟花。陆深低下头，对怀里的婴儿说，你妈妈说，以后每年今天都要放烟花，因为今天是你的满月日。我在后面看着他的背影，高大的，微微弓着的，怀里抱着一个小小的襁褓。窗外烟花盛放，他的侧脸被映得忽明忽暗。念念伸着小手在空中挥舞，像是要去抓那些转瞬即逝的光。我拿起筷子，夹了一块糊掉的排骨塞进嘴里，咸，真的咸，糊味也很重，后味微苦，但我把它嚼碎，吞了下去，每一口都吞得干干净净，因为那是他花了7个月，报废了4个锅才学会的。咸一点，糊一点都没关系，以后有的是时间慢慢教他。我们的复婚手续办得很快，没有选什么特别的日子，挑了一个周3下午。陆深调了班，我推着婴儿车，一家3口去了民政局。念念在婴儿车里睡得香甜，完全不知道他正在见证一个重要的时刻。工作人员接过我们的证件，翻了翻，又看了看系统里的记录，表情变得微妙起来。你们7个月前刚离的吧？2月14号。对，陆深说。现在复婚。工作人员看看他，又看看我，最后目光落在婴儿车里的念念身上。哦，明白了。他笑了，没多问，麻利地给我们办了手续。盖章的时候，他抬起头看了看陆深，又看了看我，说了一句，这次好好过。会的，我说。一定会的，陆深说，声音比我大了不少。出了民政局，阳光很亮，亮得有些晃眼。外面是9月的北京，空气清朗，路边的银杏叶刚开始变黄，偶尔1、2片飘下来，落在人行道上，像一枚枚金色的小扇子。我手里捏着新的结婚证，红色封皮，烫金的字，沉甸甸的。陆深推着婴儿车走在我旁边，低头看手机，嘴角忽然弯了起来。你看什么？他把手机转过来给我看，屏幕上是他发的一条朋友圈，配图是2张结婚证，一张是9年前的，边角有些磨损，一张是今天的，崭新的，配文只有4个字：失而复得。我的眼眶一热，底下已经有几10条评论，全是他的同事、同学、朋友，最上面一条是周医生的，恭喜陆医生终于不用偷偷摸摸蹲产房门口了。原来大家都知道他这7个月做了什么，转科、蹲点、跟踪、伪装。他在所有人面前暴露了自己的狼狈和卑微，却没有在我面前多说一个字。陆深，你真的不怕我不回来？怕，他说，看着手机屏幕的眼睛抬起来，和我对视，怕得要死。那你还这么做？因为怕归怕，做归做。他把手机收起来，推着婴儿车慢慢往前走。我从小到大学的都是怎么解决问题，做手术是这样，出了问题先判断原因，再制定方案，然后执行。婚姻出了问题也是一样，原因是我忽略了你，方案是把优先级重新排过，执行就是转科、调岗，把你放在所有事的最前面。至于你最后会不会回来，那是结果，我控制不了，
但我至少要把自己能控制的部分做好。我走在他旁边，听着这个男人用谈病历的语气谈论我们的婚姻，忽然觉得有点好笑。你把复婚当成一次手术来做。差不多，他侧过头看我，唯一不一样的是，做手术的时候我不会手抖，但跟你有关的事，我每一件都手抖。给你做剖腹产的时候，我消毒的时候手都是抖的。后来郑老师跟我说，你一看就是第一次给自己的家人做手术。我问他怎么看出来的，他说，因为我们这些老家伙碰普通病人的时候手从来不抖。我看着他的侧脸，阳光把他的轮廓镀成一层金色，他的眼睛还是那么亮，眉毛还是那么浓，和9年前图书馆里那个少年没什么两样，只是眼角多了几条细纹，鬓角多了几根白发，那是这7个月长出来的，也可能是在更长的时间里一点一点积攒的。陆深，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问。如果那天我在民政局没有说离婚2个字，而是说我们需要谈谈，你会怎么做？他停下脚步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婴儿车里的念念翻了个身，发出一声细小的呓语。如果是3年前，我会说等我忙完这段时间就谈。他说，声音有些低，如果是现在，我会放下所有事，坐下来跟你谈，不谈完不走。真的？真的？他转过头看着我的眼睛，问题是人没办法回到过去重来一次，所以我不知道，如果我只知道以后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会听。婴儿车里，念念醒了，开始哼哼唧唧，陆深弯腰把孩子抱起来，用那只做手术的手托住念念的后背，念念歪着头看了他几秒钟，忽然笑了，是没有牙齿的，嘴角弯弯的，连眼睛都眯成一条缝的笑。他会笑了，陆深的声音在抖。早就该会了，你之前没看到而已。他第一次冲我笑，他低头看着怀里的小脸，眼眶又红了。他第一次冲我笑，是在我怀里。我走过去，和他并肩站在人行道上，身边是川流不息的车流和来来往往的行人。没有人注意到我们，一个推着婴儿车的男人，一个站在他身边的女人，和他们中间那个笑得没心没肺的婴儿。我们是这座城市里最普通的一个家庭，普通到没有人会多看我们一眼。但对我们来说，这个普通的傍晚，是7个月的孤独和9年的等待之后，终于到来的圆满。念念3岁那年，问了一个问题。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，陆深在厨房里做饭，他现在已经能做出7、8道菜了。番茄炒蛋和红烧排骨尤其拿手，虽然排骨偶尔还是会糊，但比起3年前已经有了质的飞跃。我在客厅里看稿子，念念在地毯上玩积木，搭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塔，然后忽然抬起头问了一句：妈妈，为什么我的名字叫念希？我放下稿子，看了他一眼，他手里举着一块红色的积木，歪着头，那双像极了陆深的大眼睛里满是认真。3岁的孩子已经开始问为什么了，每天各种问题层出不穷，但这个问题是他第一次问。因为爸爸想妈妈，我说。想妈妈为什么要放在名字里？因为妈妈以前离开过一段时间，爸爸很想妈妈，所以把想念放在了你的名字里。念念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，然后他又问，那为什么爸爸每天都亲妈妈？因为爸爸怕妈妈又跑了。我说这话的时候，自己都忍不住笑了。妈妈，你跑了吗？跑过，但又被爸爸追回来了。怎么追的？
爸爸跑得很快。念念歪着头想了一会儿，显然对这个答案不太满意，但又组织不出更有逻辑的追问了。他低下头，继续搭他的积木塔，嘴里念念有词。陆深从厨房里探出头，围裙上沾着油渍，手里还拿着锅铲。你又跟孩子瞎说什么呢？实话。什么实话？谁跑了？我跑了，你不是追回来了吗？他看着我，锅铲悬在半空中，愣了几秒，然后笑了。那个笑容和3年前在产房里的一模一样，眼睛弯弯的，目光里全是我。对，我追回来了，追了7个月，转了科室，报废了4个锅，输了800毫升血，总算是追回来了。他一边说，一边缩回厨房，锅铲翻动的声音又响起来，油锅滋滋地响，一股红烧排骨的香味飘出来，这次应该没有糊。念念的积木塔在此时轰然倒塌，他没有哭，只是看了看地上的积木块，又抬起头问我：妈妈，爸爸跑过吗？跑过。什么时候？以前。爸爸以前总是跑到一个叫医院的地方，很晚很晚才回来。那爸爸现在不跑了吗？我转头看了一眼厨房的方向，油烟机嗡嗡的响着，陆深背对着我们在炒菜，围裙的带子系得有些歪，是念念早上拽的，他没有重新系。现在不跑了，现在爸爸每天都在家。那就好。念念像个小大人一样松了口气，把地上的积木重新捡起来，开始搭建新的塔。吃饭的时候，念念忽然又想起什么似的，放下筷子问陆深：爸爸，妈妈说我的名字是因为你想妈妈，所以叫念希，那你想我的时候，我要改名字吗？陆深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他伸手揉了揉念念的头发，你一直都在爸爸身边，爸爸不用想你，爸爸只要一伸手就能摸到你。那你会一直在我身边吗？会。拉钩。陆深伸出小拇指，和念念小小的手指勾在一起，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念念满意地点了点头，继续埋头吃饭。他吃饭的样子很像陆深，腮帮子鼓鼓的，嚼得很快，偶尔会有米粒粘在嘴角。陆深伸手帮他擦掉嘴角的米粒，动作轻柔的不像一个曾经做了上千台手术的外科医生的手。晚上，念念睡着了，我坐在他床边，看着他安静的小脸。他睡着的样子像一个小小的天使，睫毛又长又密，鼻梁已经有了陆深的轮廓，嘴巴微张，发出均匀的呼吸声。陆深不知道什么时候走进来，在我旁边坐下，也不说话，只是和我一起看着熟睡的儿子。我们就这样安静地坐着，窗外是城市的万家灯火，每一盏灯下都有他的故事，而我们的故事在这间不大不小的卧室里正被这个3岁的孩子安静地续写着。晨曦，那张离婚证你还留着吗？留着呢，在抽屉最里面，和第1次的 B 超单放在一起。为什么不扔？留着提醒自己。我说提醒自己，有些东西丢了还能找回来。如果找不回来呢？那就让它在抽屉里躺着，当一个教训。陆深把手附在我的手背上，他的手很暖，掌心有薄薄的茧，是常年握手术刀留下的。我不会再让你有机会把它翻出来了。你保证？我保证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翻过手和他的手十指交扣。窗外的北京城灯火通明，无数个故事在夜色中悄然发生，
而我们的故事从离婚那天开始翻篇，从产房那天开始重写，从复婚那天开始，续集永远比正片更长。那张离婚证还躺在抽屉的最深处，和那张 B 超单放在一起。他们提醒我，有些路走错了可以回头，有些人错过了可以重逢，只要你还愿意走，还愿意等。而陆深用他的4年时间，从离婚到复婚，从复婚到现在，证明了一件事，他不是回来还债的，他不需要还债。爱一个人从来就不是欠债，爱是选择。以前他选择了工作，后来他选择了我，这个选择他用每一天来兑现。产房里他说的那句话，我一直记得，我回来还债了。当时我没有回答他，现在念希3岁了，他终于不再说这句话，因为他知道，我不觉得他欠我什么，我们扯平了，用一辈子扯平的。